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25日星期五，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2022年加拿大人减少税单的3种方式。大多数加拿大人将不得不在今年5月2日之前提交2021年的税款。虽然加拿大是世界上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您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显著减少税单。让我们来看看加拿大税务局为2022年提供的3项税收减免。个人基本金额，所有加拿大人都可以申请税收抵免额度、基本个人金额或 BPA。BPA 的主要目的是向应税收入低于门槛的个人提供联邦所得税的全额减免。税收抵免还为应税收入高于 BPA 的加拿大人提供部分减免。2021年纳税年度的 BPA 为13808加元，这将使您的税单减少2071加元13808加元的 15%。注册退休储蓄计划 RRSP。RRSP 是加拿大人最受欢迎的退休工具之一，是一个投资和储蓄账户，可以持有许多合格的投资，包括股票、ETF、共同基金和债券。您的任何 RRSP 供款均可抵税，您最多可将年收入的 18% 供款用于此注册账户。RRSP 的最高供款限额为2021年的27830加元。因此，如果您去年的收入为10万加元，则可以为您的 RRSP 贡献18000加元，这意味着您的应税收入现在将为82000加元。医疗费，在持续的大流行中，您的医疗费用很可能有所增加。2020年医疗费用税收抵免的上限提高到2421加元。因此，您可以申请高达净收入的 3% 或2421加元，以较低者为准，作为医疗费用的税收抵免。有各种各样的符合条件的医疗费用可用于降低您的税单。普京暗示将发动核攻击。普京暗示将发动核攻击。为什么它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威胁？俄罗斯总统普京暗示，他可以向任何干扰他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的国家发射核武器，这引发了人们对西方应该如何认真对待这种威胁的质疑。虽然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盟国已保证他们不会在乌克兰进行军事接触，但一些专家表示，俄罗斯总统的言论不应被视为空洞的威胁。普京周四上午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阻挠我们，甚至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构成阻挠和威胁的人，都应该知道，俄罗斯的反应将是迅速的。俄罗斯总统说，它将导致我们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后果。拜登和其他领导人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不大。普京隐含的核报复威胁并非完全空洞，因为这是他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因为他有明确的战术。如果西方真的决定进行军事干预，那么俄罗斯就有可能使用一些战略核武器。普京的核威胁是他的观点、方法和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西方没有考虑为保卫乌克兰而战，普京的核威胁就不那么令人担忧了。加国前央行行长预测通胀将迅速放缓。加拿大央行前行长 Stephen Poloz 预测，未来12个月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同比涨幅将放缓至 3% 以下。这一前景将使现任央行政策制定者能够采取更温和的方式回到更高的利率设定。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年同期飙升 5.1%， 远低于加拿大央行 2% 的目标，引发了人们对现任行长 Tiff Macklem 失去对通胀的控制的担忧。加拿大央行1月份的预测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在第一季度平均上涨了 5.1%， 并没有跳出这个目标。与短期利率挂钩的金融资产价格意味着，从3月2日开始，投资者正准备在今年加息5到6次，届时麦克勒姆和他的副手们将结束最新一轮的政策审议。
行长几乎已确认，他将把基准利率上调 0.25%， 但他警告投资者不要假设利率将回到大流行前的 1.75%。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有些人怀疑1月份的通胀数据是否会促使政策制定者做出罕见的加息 0.5%。与去年同期相比，进行基准测试的做法意味着2021年的基准与异常低的基数进行比较。现在，随着统计学家开始将当前价格与去年的较高水平进行比较，情况即将发生相反的情况。前景是，我们将在未来12个月内将通胀恢复到 2% 至 3% 的区间内。美联社美国1月份通胀触及 6.1%， 为1982年来最高。由美联储密切监控的通胀指标与1年前相比，1月份上涨了 6.1%， 这是美国人正在忍受油价大幅上涨的最新证据，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可能会恶化。美国商务部周五公布的数字是自1982年以来最大的同比增长。除去波动的食品和能源价格，1月份核心通胀率比去年同期上升 5.2%。强劲的消费支出加上广泛的产品和工人短缺，造成了4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这对美国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特别是面临食品、燃料和租金成本上升的低收入家庭。与此同时，周五的报告称，消费者作为一个整体在很大程度上对上个月的价格上涨不屑一顾，并在12月至1月期间将支出提高了 2.1%， 这对经济和就业市场来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与去年12月相比，这是一个急剧的改善，当时支出下降。与2年前大流行爆发之前相比，不同收入规模的美国人一直在加薪，并积累了更多的储蓄。扩大的储蓄池为未来的支出提供了动力。不过，预计通胀仍将居高不下，并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加速，特别是俄罗斯的入侵可能会扰乱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乌克兰生产的其他商品，如小麦和铝的成本也有所增加。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升级，油价可能达到每桶110美元。BMO 资本市场的经济学家估计，每桶10美元上涨，通胀率就会上升 0.4个百分点。周四晚些时候，美联储理事 Christopher Waller 表示，如果通胀率居高不下，他将支持在3月份加息 0.5个百分点。但大多数官员表示，他们更愿意以传统的方式加息 0.25个百分点。美联储官员希望通胀率回落至 2% 的目标，这是由商务部周五公布的指标衡量的。2周前公布的另一项指标是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1月份通货膨胀率比去年同期达到 7.5%， 也是40年来的最高水平。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